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实际我们开起来，起步没有以前顺了，起步之后有一个区间变得更黏了，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今天呢，就是这台中期改款的奥迪 A4L 的试驾环节了。昨天呢，也跟小伙伴去聊了一些静态那点事儿啊。当然，外观呢，的确有挺大的变化。内饰这块，它把极控的操控给取消掉了。具体小伙伴怎么想呢？也可以去看看我们昨天的视频，然后再发表一些您的看法啊，也是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下面留言的。好，那今天呢，就跟小伙伴去唠叨这台奥迪 A4L 开起来是什么样的。开起来之前呢，先跟小伙伴也是再唠叨一下原地力矩那点事儿。我们的仪器还是这个拉力计，现在呢把它切换到舒适模式，因为它毕竟有节能、舒适、自动、动态这几个模式啊。轻轻的勾住，原地90度。好，1.423公斤就是正常模式啊，的确不算太轻，算是正常偏高一点点吧。现在呢再切换到节能模式试一下，清零，再轻轻的勾住，原地90度。OK， 1.453公斤，哇塞，没啥变化啊。那么现在切换到运动模式啊，1.525公斤就是运动模式下的。总的来说呢，还是属于偏沉一点吧。当然呢，它是有几个驾驶模式啊，我在这儿跟小伙伴先说一下吧。节能模式呢，包括说舒适模式呢，它其实就是在变速箱换挡逻辑这块呢是有一定区别的。运动模式这块呢，的确它是会持续的维持在2000多转到3000转中间这样一个距离。其实这些模式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会有一个叫做自动的这个模式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呢，可能平常就会放到自动模式，但是它自动模式其实是特别神经质的这样一个模式啊，就是起步时候感觉好沉呀，你油门稍踩一点就腾颠起来，它是认为你油门稍微一踩你就要进入战斗模式了，但是其实你不是，你只是想让它快一点而已，所以说它的这种自动模式是特别难用的啊，就是我建议啊，要不然您就放在舒适模式，要不然呢，您想跑得快，您就切一个动态模式，别用自动，会让人开出神经质的这种感觉出来的。那我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看看这辆车在我们的城市道路驾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呢，就是把这台中期改款的奥迪 A4L 呢开起来，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当然，我们还是这种城市的普通驾驶，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这台中期改款的 A4L 什么样的。这辆车呢，的确和之前开的那台 A4，包括说 A6 这种纵置平台，感觉是不一样的。全系啊都是一个 2.0T 的发动机，也是第3代的 EA888。但是呢，它的确从尾标看呢，它是有3种形式啊，3个标识，35、40、45，这也是意味着它有3个不同的调教的功率。变速箱是湿式的7速双离合，也是纵置的平台。低功率的呢是35，那最大的功率呢是110千瓦，那最大扭矩呢是270牛米啊，就是这个实在是有点调的忒低了。买低功率的小伙伴呢，强烈建议啊，上一个一阶，妥的大众 EA8 发动机非常的成熟，变速箱也是一样的扛得住，所以说呢，建议啊直接就上一阶，至少呢能到中功率的版本。中功率呢，也就是我们开的这一台也是40的这个标识，那它最大的功率呢是140千瓦，最大的扭矩呢是320牛米，像点样了。那最高的功率呢，上面写的是45啊，最大的功率呢是185千瓦，最大扭矩呢是370牛米。官方呢也是给出了相应的一些零百数据啊，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最低的那个官方的数据是9.7秒，我们这个中功率呢是8.2秒，最高功率呢是6.6秒。从数据来看啊，10秒多呢，的确啊买菜没问题，但是的确是不够看的。中功率呢8秒2可以了，之前跟小伙伴去聊过嘛，对于一般的车而言嘛，10秒买菜，8秒很快，6秒起飞，基本上是这个原理。对于双离合呢，也是先要挑战一下它起步的状态。在这儿啊，先铺垫一下我们之前的奥迪的纵置平台的车型，它的双离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当你 P 档或空档的时候，它的转速呢是750转，这是一个4缸的一个恒定转速，没有问题。当你挂到 D 档的时候，你从它的转速表你会发现这个转速
啪就是抬起来一下，同时呢你会感觉这个车呢其实是有一个力量在这儿的，其实这个时候它的双离合已经是一个半联动的状态了，然后你再释放刹车，然后呢离合器压盘呢压得更紧走，这种做法呢从流畅度和舒适度这一块来说呢没问题，它已经非常接近于 AT 变速箱的那种起步质感了。但是呢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事情，就是离合器它的寿命扛不住。你看它老这个半离合这么粘着，当然呢大众奥迪是有两种逻辑，奥迪 A3 呢它是一个横置平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它的离合器压盘完全是松开的，当你刚一抬的时候，你的刹车踏板刚一抬给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啪再粘，你抬的再多，然后再去压实，然后再去前进，这个有什么问题？它的确从起步的流畅度来说，包括震动来说是不如纵置平台的，而这辆车改款的奥迪A4L 变速箱的逻辑已经不再是之前开过那些奥迪的纵置平台了，不一样了。它现在的这调教方式是特别像大众，包括说奥迪 A3 那个横置平台的逻辑，对吧？踩下去的时候挂档转速是没有变化的，当你抬刹车的那一刹那，你会看见这个转速表它抬了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就表示着它把双离合的结合点往后挪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的起步更闯了，因为它必定在起步那一刹那，它是一个离合器片贴合的状态。第二点，它的滑动的状态更往后了。这台车必定是一个 EA888 的发动机，扭矩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车呢，就是当你起步稍微使点劲儿，就是稍微快点，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竟然能够丢转，你一踩非常明显感觉转速它起来了，速度没有跟着上去。当你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到它的变速箱是锁定的，然后再往前冲。这是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实际我们开起来起步没有以前顺了，起步之后有一个区间变得更黏了，而最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改变把以前的奥迪有的那种低速齿轮撞击的这个毛病给治了。我会觉得它是牺牲了一部分起步的舒适性，而改善了大家都在吐槽的低速撞齿这样一个东西。当然呢，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拆车时候呢，从底层次来跟小伙伴去多聊一下。好，这是起步这样事啊。对于德国车的底盘呢，一直有着比较厚重的这种感觉，这是没错。但是呢，厚重之中还是有比较的。例如说我们说 BBA 对奥迪、宝马、奔驰都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今天想聊的更多的是把这种区别呢跟小伙伴分析一下。厚重感呢 BBA 这三个车差别是不太大的，但是我不否认奥迪的整体表现会稍微的薄一点，是因为它的底盘其实是在 BBA 里面算比较硬的那一派。如果日系车底盘你感觉像是一片纸，德国车呢你就感觉下面呢是一块橡胶，但是橡胶跟橡胶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呀。奔驰它这个橡胶呢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呢加了一些棉花的橡胶，对吧？虽然说有软，但是必定是橡胶，弹性厚度是有的。宝马呢是属于那种它的橡胶呢不是棉花，它是一个硬度更柔和一些的橡胶，它的弹性会更好一些。而奥迪说实心橡胶有点夸张，但是我不否认，其实奥迪的底盘在 BBA 里面算是比较硬的那一类，但是它依然是在这种比较硬的状态下呢是有厚重感的。所以说呢，奥迪说句实话它的所谓的操控性在 BBA 里面也只算是一个中档。我们再继续的去深层次的去聊一下底盘这件事儿，必定是德国车直线加速车的稳定性这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论转向这一块来说，其实奥迪是一个适中的状态，你能够感觉到它的那种沉重感，包括说高速给你的那种稳定性，但是你感觉不到韧劲儿在里面。 BBA 这几个车其实差距是不太大的，但是的确每个车跟每个车之间又有不同的性格和变化，而奥迪属于偏中央那一类，但是底盘的确是
偏硬的，就算这个车也是后面感觉到压碎石路的时候呢，它的传递是比较直接的。奔驰的话呢，它会滤掉很多东西。宝马是一个在运动和舒适做得非常均衡的一个车，你会感觉它里面的柔软，但是同时又不失相应的运动性，这个是三个车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论直线加速这一块来说，奥迪我是最喜欢的。现在是特别直的路段，我们就来说说它的发动机的这一块啊，底盘跟转向啊，今儿就聊到这儿了。转向的准确度，包括说它的公关，的确不是德国车的强项，它的强项是发动机这一块。现在呢，我把速度控制在60公里，档位呢是第6档，因为它是一个7速变速器，它的转速是1100转左右，因为它的动力还是有的嘛，它的扭矩还是够的，所以说它能够用一个比较低的转速呢，就能够维持相应的扭矩。好，我们现在是60公里时速，好，我们看看左右车是安全的，1、2、3，踩。从6档直接跳到2档，但是中间呢是有一点点犹豫。好。3档的话，基本上已经到达110几的速度了，因为这条是一个高速路嘛，不能开太快啊。就是它的反应还是可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滑动的衔接，跟之前的奥迪的变速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奥迪毕竟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器，刚才是做的一个中速的加速嘛。其实包括说在低速的时候，虽然说在起步那一刹那它有些和之前车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的变速箱如果锁止之后，你在油门踩下去，直接的齿轮和齿轮之间咬合带给你的推动感是 AT 变速箱的确是没有的。我们不否认说这个变速器它的确有着什么抖动啊等等这一系列东西，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点的原因，它的动力的损失是最低的，因为它里面毕竟都是齿轮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你能够感觉到硬的把你去推出去，这个推是非常直接的，中央没有过多的喘息在起步那一刹那有，但是只要它锁止住了，那个力量是非常直接的，这种感觉 AT 变速箱是不太会给予的。AT 变速箱在你起步大油门的时候，它滑动的这一个时间是会略长一些，虽然说现在的锁止机构锁止的也很快，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呢，对于奥迪而言呢，如果说你想去感受那种真正的加速的那种猛烈感，奥迪没问题。包括说你在网上什么 RS 系列啊，就给你感觉真的快，跟人绷直线，真的，奥迪基本上稍加动力的提升不会输太多人。当然说呢，我们说正常的开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是非常敏感的话，其实奥迪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好开的车。但是呢，如果说你分得再细腻一些的话呢，它的确有相应的不同的特点吧。我们不能说一定是缺点或者怎么样，但是它的起步的抖动这一块是这次改款的 A4 完全让我没有想到的一点。紧接着说一下油耗，那这台车呢，我们就正常开嘛，然后油耗大概是11升左右。其实对于一台 BBA 的车 2.0T 啊，这个也基本上是正常的油耗。发动机的声音会稍微的更明显一些，但是它的发动机声音是不难听的，整体的噪音隔绝是没有问题的。底盘这块呢做的也是比较出色的，必定是一辆奥迪，对吧？必定也是一辆 A4， 其实整体还是挺好开的。如果说对奥迪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试一试这台中期改款的奥迪 A4L。之前的奥迪的车主的话呢，你可以去4S店试试啊，就是看看是不是大冰块说的它的离合器的逻辑啊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东西。行，接下来呢就是一些相应的常规的测试，那我们一会儿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些相应的测试。首先呢来看一下这台发动机在怠速情况下的一个噪音，分贝仪也是离发动机20公分的距离都测量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直接的读数到底是多少。好，那最后是定格带的73.2分贝。当然了，对于188这台发动机呢，小伙伴们一定是不陌生，并且呢，这台是一个双喷射的系统。那在怠速情况下呢，是气管喷射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我们从直观来看啊，就是并没有听到非常明显的高压油泵那个哒哒哒的声音，不太明显，但是反而呢是它发动机本身的这个声音是比较明显的。行，这就是怠速状态下的噪音。那我们现在呢去车内看看2000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么现在来到车内也是老规矩啊，看一下这台车在2000转空转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它的一个隔音效果到底什么样的。好，我们来
看一下，屏住呼吸2000转。最后呢是定格在了45.8分贝，就是这个车一个2000转的一个状态啊，隔音效果其实还是 OK 的。好，这就是车内的噪音。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发动机震动的测试。那这台呢是一个纵置平台的第3代的 EA888，也是一个 2.0T 涡轮增压4缸的发动机，所以呢我们要横向的去测试，来看一下它在怠速情况下它的震动值到底是多大。好，那最后呢是定格在了2.1米/秒平方的数值呢就停下来了。好，那我们去呢下一个测试看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漆面色差的测试。那么依然还是老规矩，我们会在引擎盖的中央点呢作为一个基准点，然后取完值以后呢再绕车一周，在不停的踩着不停的位置之间呢进行测试，然后最后告诉大家这台车最大的色差值到底是多少。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中心点的取值。 OK， 好，取完值，我们现在绕车一周，我们一会儿再见。它的最大色差值呢，仅仅是0.41，这个数值呢是比较小的。我是在后杠的位置去看到的。这台车呢，其实总体来说，它的色差保持的是不错的。前杠我测到的数值最低有0.17的这样一个数值，算是非常准的。在车门的部分呢，最大看到了0.3几的这样一个数值。那总体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这就是漆面色差的测试。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是这台车最后一个测试项目，就是大灯的最大的通光量。当然呢，对于奥迪 A4L 呢，它的全系都是 LED 大灯的这样一个配置，高配是矩阵大灯，那低配呢是可以选装矩阵大灯，也是色温是比较高的啊。好，我们还是用仪器来看一下它最大的通光量到底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 数值呢并不是很理想啊，才3370勒克斯，就是这辆车一个大灯的照度，并且呢，这个3370呢还是在比较偏的这个位置去测得的。我们在两侧的中央的位置，基本上测得是一个2800、900的这样一个最大通光量啊，就是我们说从数据上来看呢，它的确是不亮的。好，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项测试了。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它里面的那些东西了。当然，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我们之前拆的那台 A4，真的得2年多前了，车拆的越来越多，也会拆的越来越细，你的项目会越来越多。我们就来看看这台中期改款的奥迪 A4L， 它的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好，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明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明块。那我们这辆车的拆车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